最近这几年呢，随着墓地的价格累累看涨，有一个词儿流行起来了，叫死不起。其实每年呢，清明节前后，这个词儿也流行，但是今年你会发现死不起三个字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比往年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喊着死不起的这些人呢，受到了一个物件的强烈刺激，什么呢？天价墓地。我们这死都死不起了，现在我们都是工薪阶层，要买个墓地是挺奢侈的事儿。不接触也得接触，你怎么办？老子去世了你怎么办？收入不太高的也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那都是给有钱人预备的，你一般没钱的他买不动。其实所谓的天价墓地呢，已经存在已久了，尤其是今年，它还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反差。因为我们经常说天价墓地，说死不起，是相对的活不起。说好多城市房价这么贵呀，我们这个买不起房子呀，这活不起来。现在墓地又这么贵，死也死不起。但是今年我们说，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呢，你会发现呢，各大城市的房价是有不同程度的下跌的，就是房价在往下降。可是今年墓地的价格没往下降，依然在往上涨，涨得还很邪乎。清明时节雨纷纷，一问木价欲断魂。清明节前，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公布10大天价墓，一些地方豪华墓地的天价令人啧舌。10大天价墓排行榜显示，厦门安乐永久墓园售价870万元，太湖西洞庭山岛豪华墓售价300万元，深圳公共墓园西丽报恩福地78平方米售价220万元，重庆华夏陵园一墓地以188万元被称为重庆最牛公墓。墓地堪比豪宅，天价令人啧舌，许多网友纷纷感慨死不起。一要牵涉到征地费用，二要牵涉到道路建设，还是一大笔费用。第三呢，还要牵涉到整个墓区的你一层一层墓区石头建造这个成本。第四个还要牵涉到绿化，第五个还要牵涉到管理人员的工资。还有专家分析，传统观念也成了高墓价的幕后推手。作为我们殡葬的从业者来讲，我们提供了比较多种类型的这种葬式葬法。那么作为市民来讲，可能所拥有的就是传统的那种入土为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安葬的一种理念在这里。那么实际上像我们的花葬产品的话，680元，我想现在任何一个家庭的话都完全能够承受。那么像我们的壁葬也才有3000多块钱。那么天价墓地频现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天价墓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这天价墓地不是不讲理，讲理。就是它的出现，你并不能把它完全看作畸形。你那么想，咱们过去古人类，中国当时没多少人，连年兵荒马乱，还死人死的比较多。能有多少人有那种待遇，就是死了之后啊，买个棺材啊，就这么恭恭敬敬，后边给他下葬了。好多人死于兵荒马乱，所以当时呢，这个坟地呢占不了多少地方。中国人本来也少呢，现在中国13亿人口以上了，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你说每个过世的人都想要那么一块地方，你想想，这坟地得有多少？而且城市里边这个地价越来越贵，你甭管是坟地、阳宅、阴宅，还是建房地产那个，那不都一样占地皮吗？所以你要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大家都想要这么一块坟地的话，它价能不贵吗？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原因，天价墓地的诞生是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现在我们预计几年以后，10年左右时间嘛，这个妙峰山陵园这个地基本上墓地基本上要进入枯竭结束了。毕竟土地的资源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稀少，中国的人口又那么多，我认为的话，采取节地的环保的葬法，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推广的、推崇的一种趋势。咱们原先城市里的墓地在哪儿呢？不就城郊一带吗？现在城郊一带都寸土寸金，可再往外是什么？是耕地。咱们有18亿亩耕地红线的指标，不能乱占耕地。所以这么弄的话呢，弄得建墓地的地就越来越少。它一少，这个价钱肯定就贵。所以说这个墓地价高，它是一种合理化的体现。第二点呢，你看那天价墓地都什么人买下来？有人说那都有钱人，不错。但他为什么要买这天价墓地呢？
不外乎这么2个心理因素。头一个呢，让大伙看看啊，你看我孝顺我爹我妈，二老没了，我弄这么大墓地啊，周围环境修得特别好，爹娘生父母养，我这得报答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就是说呢，是为了给老辈人给自己家族脸上争光，我们孝顺，我们门风好，这是一个心理。第二个心理还很有趣儿，很多人不承认，其实他心里就这么想的。过去咱们说谁家兴旺起来了，有个迷信说法，人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所以才出这么一位。过去阴宅是最讲风水的，要请风水师来给看啊，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下葬啊？因为这玩意儿上有所好，下必奉之。你看皇上葬的地方，北京这什么四三陵啊，那边这个乾陵啊，都挑的好风水地方，什么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得挑这样的好地方。那么咱们现在有一些人，比方说有俩钱的，他也琢磨，我呀得挑块好坟地啊，把我们家好风水延续下去。不光我这辈儿有钱，我儿子那辈儿，我孙子那辈儿，我们家辈儿有钱，辈儿有权利。他可能心里怀着这样一种念头，当然这个念头你也不能说人错，谁不想子孙后代过得好一点呢？所以一个是厚葬长辈给自己家族脸上贴金啊，咱孝顺；再一个是呢，给子孙后代挑个好风水的地方。所谓这些呢，大致也跳不出封建迷信这点事儿。所以这2个原因，土地还稀缺，还有这2种心理因素作祟，那么这2样一合好，天价墓地就诞生。咱们有这么多人喊说死不起，我倒觉得呢，除了是对这种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外，也有老百姓不健康的心。你说死不起，那是你家家如果都按照天价墓地那么买，你当然死不起了。所谓死不起，咱们这期标题叫是首口水歌，什么意思？咱们网上有歌叫伤不起，有人说这是口水歌。什么叫口水歌呢？口水歌概念就是肤浅的发泄一些情绪，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喊死不起的也是在肤浅的发泄一种情绪。为什么我说的肤浅呢？是死不起是什么？你非按照豪华的死法死，你当然死不起。好多城市也推出那种，比方说这个树葬啊、花葬，这个设立一个幕墙，把骨灰盒往里一放就完了。有便宜的呀，也有那说是这个地方更小一点的，够放骨灰盒就行的墓地。可是很多人呢，只这于不顾，我非得买好一点的、气派一点的，来要这面子，要这虚荣心。你说这是真死不起吗？是你不愿意这么便宜的死，非想豪华的死，你当然死不起的人。如果你真到最后你非追求这个，我一定比方说给我爹妈买块好的墓地或者如何什么的，那绝对不是一种理智的行。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万元整，值得一生典藏。哪个最贵要哪个，是那是俺师傅天生就好个面子，上了那面也得让他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中华民族是有厚葬的传统，但也有薄葬，也有因陋就简的传统，也有死人不麻烦活人的传统。你不能光盯着说这个啊，过去看你看达官贵人怎么葬，这就像什么呢？咱们说这个社会上有钱人真多，为什么你会有这样感觉呢？你天天眼皮往上翻，就看那有钱的人，你怎么不看那没钱的人呢？所以自古以来呢，很多人都盯着皇上、达官贵人，你看他们一下葬，那地方那大，皇帝陵那大，还有守孝的，有干嘛的。在中国民间古时候，薄葬也有优良的传统。你像当时诸子百家里有个墨子，墨子他就提倡薄葬，而且墨子的薄葬呢很有现实的一些依据。墨子薄葬就说你啊，棺材啊不用那么厚啊，不用那么好，因为成列死人，死人早晚也烂了，回归天地了，你用那么好的干嘛？再一个也不用长丧，就是你在守孝3年用不着，亲人下葬了，赶紧你该干嘛干嘛，你该挣钱挣钱。为什么呢？这叫死人不麻烦活人。假如说去世的你的长亲，他要看到你为了葬他而付出那些努力也有什么的，哎呦，把自己日子过得混乱不堪，假如他九泉有知，他能愿意看到吗？他也不愿意看到。你看就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那董永不就是吗？自个儿父亲死了，为了能把自己父亲整个棺材下葬，卖身啊，给人地主家打工，
假如九泉有知，他父亲看了心里也不会痛快这个事儿。所以我说，其实保障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死人不麻烦活人这个传统。人都死了，那么活着的人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不能说万贯家财不要了，解心疼，轰轰烈烈的办个丧事，你活人还得往下活。我们说千官自门出，家族好兴旺，子在父先亡，孙在祖乃丧。就你一辈一辈的往下传，越过越好，这才是家族兴旺。你说上辈人一没了，我钱也不要了，我都办丧事了，把日子过穷了，这绝对不是你的祖宗八代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说，其实保葬死人不麻烦活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绝对不是丧事大操大办要厚葬。我倒觉得那4个字说的最准，厚养薄葬。就说你养老人的时候，老人在世的时候，你对他好一点，他都能感受到。所以厚养薄葬，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说到这个厚葬薄葬啊，网上有很多网友啊，也对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我们看一下网友的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人死了之后啊，烧成一把灰，还知道什么呀？买什么天价墓地呀？那不就是活人在给自己争面子吗？第二位朋友说的更有意思，说我觉得我死了之后啊，就应该抛到大海里喂鱼，我食肉一辈子了，死了之后被吃掉，这最公平了。但是这位朋友是特别洒脱。第三位朋友说呀，死了之后啊，把骨灰撒到江河里非常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就是给我们做出了这方面的榜样吗？有人说老梁你说那没道理啊，我可看到你这电视里哪儿看的竟是那个大办丧事的，你怎么能说这个不是优良传统呢？哎，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华民族自古还有多种多样的葬法，而且这些葬法多数是因陋就简，怎么着方便怎么来。古代的葬法呢有这么7样：天葬、地葬、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哎，就是天地加金木水火。说都什么葬法呢？我一说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也是薄葬的传统。咱先说天葬，过去有一种葬法，就是人死了呀，把这尸体摆到一个台子上，然后呢把这尸体的肢解了，空中有老鹰飞过来喂老鹰，这叫天葬。天葬体现的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呢吃肉也吃了一辈子了，自己死了肉身呢喂动物，完成了一次循环。人本身就天地精华之所聚，死了之后再回归天地，一了百了。其实我倒觉得这是挺洒脱的一种方式，这为天葬。咱们有的少数民族用这个方法。第二个地葬，什么叫地葬呢？人死了，有钱人家呢搁个马套个车，把这个尸体放到车上，没钱人家这尸体就放马尾，这一颠你跑吧，这马车马跑了。跑的过程当中没有人驾驶，这车颠马也颠，就把这尸首啊从马背上或者车上颠到地上，那不管了，颠到哪儿算哪儿。这是荒郊野外，可能荒郊野外有狼有什么过来，就把这个尸首给吃了。那么好，第二天呢，家人顺着车辙和马蹄印找到了，哎，尸体掉的那个地方，好，把剩下的残骨头什么的挖下，直接就摆在地上，然后上边呢搁马蹄子踏的万马流平，让你看不着，说这底下埋人呢，这上面该长草该长草干嘛？说我怎么祭奠先人呢？我怎么找这块地方？哎，在寻找这个尸体找到的时候，身边带着一母马和马驹儿，当着这母马的面把小马驹儿给宰了。然后第二年你要想找这块地，你带着这母马往这边走，这个地面已经都长上草了，这个母马走到这个地面哀鸣不止，为啥？他孩子去年就死到这儿了，哎，这就知道我先祖埋在这儿，用这种方法找。当然他不总灵，有时候找不着也就找不着，后边上不上坟也都无所谓了。这不就是游牧民族因陋就简的一种方式吗？这个叫地葬。再往下说，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什么是金葬？经常说金棺何厚，玉瓦何薄。有的学校历史朋友，长沙马王堆，你看那皇上的棺材出来什么样？金属打造的，有的是纯金的，有的是镀金的。慈禧太后那棺材怎么的，哎，这类的非达官贵人
帝王将相不能为之，这为金葬。就是过去最尊贵的人怎么来，那平民百姓想都不敢想，你要敢这么葬，就哪怕你有钱都不行，这叫御制，犯死罪的为金葬。木葬简单了，就是咱过去常见那种搁棺材，把人成殓起来下葬，这为木葬。那么金葬和木葬之间呢，衍生出一个升级版、豪华版的葬。咱们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这金丝楠的家具可值老钱了，翻跟头往上涨，涨得比黄花梨都高。这个金丝楠过去就被认为是做棺材的好料，因为它呢防腐烂，腐烂的比较晚，所以一提上好的金丝楠里面挂阴沉铃。什么叫阴沉铃呢？就是金丝楠木泡水里或者搁地底下时间长了发硬，用这种硬的金丝楠做里子，然后外边正常金丝楠做外边。为什么说这是金葬和木葬之间一种方式呢？是豪华版呢？为什么叫金丝楠？把这木抛开，木头里头好像有那金丝似的，对着灯一晃挺亮，这是金丝楠木。所谓金丝楠木做寿材最理想和什么有关呢？无非就是这木里头跟金离的金，平民百姓用金丝楠下葬，获得一种达官贵人的感觉。其实这也是要面子。这为木葬。金木水火土。水葬，水葬可能有朋友想起来，去年本拉登不是被击毙了吗？击毙之后也怕说把本拉登要埋到哪儿坏了，那成恐怖分子圣地了，又麻烦，就这么的把他在大海上说白就给扔海里。这叫谁？这个叫水葬。有的民族呢说回不去故乡了，要在海边死的，那就顺海漂流。这个为水葬。火葬简单了，就是咱们现在的大多数人到火葬场火葬，一把火烧了。过去有时候有的大德高僧啊，或者说某行业的人呢，死了之后呢，直接用火点化成骨灰，一了百了。这骨灰呢直接就撒到地面，也没人管没人问。这为火葬。好多的出家之人了无牵挂用火葬。土葬是什么呢？是这个人呢，咱们有的朋友知道，他死了之后呢，你比方有一个民族的风俗，就是衣服都脱光了，然后把须发都剃净，缠上白布，立着埋，脸冲西。这是有的民族是用这种葬法，这为土葬。等带棺材那叫木葬，不叫土葬。所以你看，天葬、地葬、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这种葬法，那个金葬也得是你有那条件，就是每一种葬法都是根据你现实条件来的，而不是说超越现实条件，我没那条件，我非得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在我们民族传统里边有这个宝藏。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咱们现在呢有很多简单的这葬的方式。你像树葬，把你骨灰撒到树底下，这上面种棵树，你的生命跟这树又连一块了，不挺好吗？树葬。花葬，这弄一排花坛，上面各种各样的花，把这骨灰埋到这底下，搞一个什么树墙之类的，骨灰撒到这里边，这都属于简单的葬法，花钱花的非常少。还有的现在的海葬，就把骨灰直接扬到大海里，或者撒到江河里边。其实我觉得无论用什么方式，你的骨灰什么的跟天地循环走到一块了，你就等于回归了自然界。这种终结呢，不光是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包容。就像西方哲学家把死亡比作什么？比作一条河，人生是一条河。你的青少年时期是丧，汹涌澎湃，你的中年时期是中游，含蓄深沉，到老年时候是下游，开阔淡定。那到了入海口呢，大海终结了你，你死亡了，但大海同时又包容了你，水流千遭终归大海。你要这么考虑死亡问题的话，你说呢，几尺墓穴还是用什么样的葬法，那能怎么地？所以我是希望呢，每个人呢都有这样洒脱的情怀，并且把这种情怀能够切实影响自己的后人，在对待丧事的问题上能够洒脱些，能够相对的比较开放的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生与死。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后我们就终结这个天价墓地，让这个天价墓地干脆就没有市场。所以到那时候我才觉得人对生死的这种看法才达到了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山东枣庄地区，就是过去铁道游击队那个地方，绝迹多年的野狼又出现了，制造了7起袭击人的事件。那么在山东枣庄滕州市警方的努力之下呢，今年3月19号终于
打死了一只野狼。由于人类活动的面积越来越扩大，那么原来野狼生存的地方呢，基本上已经不具备一些生存条件了。所以说野狼在当地也已经绝迹了多年了。那么这回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所以当地还有些人呢，感觉到对这个事儿啊，既有点心慌，又有些疑惑。那么有人也给出解释来，说一个是可能这个地方啊绿化多年了，恢复这个森林生活形态，很可能呢具备了这些狼繁殖生存的条件，狼又回来了。也有的人说现在正赶上春天，这狼繁殖阶段，食物需求量大，这狼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才跑到山下开始袭击人和袭击牲口。那么这个事情呢，打死这头狼这事没过去几天，3月23号呢，当地警方又宣布活捉了一头母狼，给抓起来了，送到当地滕州市动物园去了。但是没2天，当地有个姓王的居民提出来了，那根本不是狼啊，那是我家里养的一条狗啊，哈士奇狗，就雪橇犬，长得跟狼挺像。结果这王先生呢，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这公安部门赶紧就找人来一测，发现动物专家说这确实是哈士奇，不是狼。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的对这个养狗是内行的，知道哈士奇的基因呢有 99% 和狼像。说他俩像到什么程度呢？你比方说这画面上出现一个哈士奇一个狼，你有时候可能会把狼认成哈士奇，把哈士奇认成狼。那么他俩细区别是什么呢？我给大伙说说啊。首先一个最主要区别在眼睛那儿，哈士奇的眼睛呢比较圆带圈的双眼皮儿，而狼的眼睛不是，狼的眼睛向后倾斜有45度角，看着要比哈士奇显得更凶一点。这是眼睛。第二个呢是尾巴，狼的尾巴始终是夹着的，垂直向下夹着，哈士奇的尾巴呢是卷起来的，也能往上竖。这个咱们有个历史上有个笑话说这个事儿，说纪晓岚和和珅。纪晓岚当时那官呢是礼部侍郎，就是文化部副部长；和珅的官呢是吏部尚书，就等于是组织部的部长。两个人在一块大堂上聊天，突然间跑进了一只狗。和珅想骂纪晓岚，跑进这狗你分不清它到底是狼呢还是狗呢，所以和珅问纪晓岚，纪大人，是狼是狗？表面说是狼是狗，其实纪晓岚不是这礼部侍郎吗？一说是狼是狗，纪晓岚哪能吃亏？记得烟袋马上就反驳，何大人，这得看他尾巴，垂尾是狼尾巴垂下来的是狼，上竖是狗，往上竖起来是狗，这不是谐音吗？垂尾是狼，上书是狗，你吏部尚书你是狗。你看这个笑话就说明了，狗它可以晃动摇尾巴往上卷着，狼不能，始终夹着尾。第三点呢，哈士奇这4条腿比较均匀，差不多长差不多粗，狼不是，狼的2个前腿特别粗壮还长，后腿呢相对弱短。你看我说个成语叫狼狈为奸，就从这儿来的。这个狈和狼相反，狼是前腿长强壮，狈是后腿长强壮，前腿短，狈甚至能立起来。说狼狈为奸呢，这狼和狈两人合伙偷这个羊圈里的羊，可是羊圈呢又高，这狼还在这，这狼穿不过去，怎么办呢？这个狈这不2条后腿强壮，能站起来吗？他站起来，然后这狼呢骑到他脖子上，然后2前腿搭到羊圈的栏杆上，啪才进去把羊咬死，然后想法再弄出来2个吃。所以狼狈为奸从这儿来，所以狼的前腿特别粗壮，所以这跟哈士奇区别。最后一个区别呢，就是它毛色是不一样的。狼的这个后背的颜色灰色棕色是保护色，跟草跟什么挺像。哈士奇什么颜色都有，白的呀花的黑的什么的都有，花色比较多。所以正是靠这些明显特征才把哈士奇和这狼给区分开。但是哈士奇跟狼这么像，它可不是无缘无故。有一点它和狼比较像，就是它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的本能，包括捕猎。这一点可确实是狼性在它身上依然存在。我们都知道狼捕猎的特点，可以有比较强的忍耐力，伺机而动，而且组织性很强。哈士奇作为雪橇犬，它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捕猎能力多多少少从它老祖宗狼那儿有完整的遗传。这个呢不用我说，过去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南极大冒险》，写的是呢几条哈士奇犬雪橇犬在南极那被困住了，他们为了生存
其中有一段集体捕杀南极的海鸟，那一段拍的惊心动魄，而且特别精彩。你看刚才这段精彩不精彩？反正我们当时在电影院里看这电影的时候，当这一幕完事之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这哈士奇叫好。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在捕猎之前呢，这种引人而为这种战术，关键你看把这鸟抓住之后呢，他们并不是贪吃，而是放到领头那儿进行一次资源再分配。真实狼群的捕猎，这个水准要比哈士奇要精彩得多，而且场面要大得多。当年有一本书，有个作家姓姜，写本《狼图腾》，很多人看了之后，这才了解到狼的习性。有人说这小说是不是编的呢？咱们先不从这角度说，现实当中的真事儿有时候比小说写得更好。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呢，一个部队的战士，他回顾当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亲眼看到的5-6-10只狼围歼2-3千只黄羊的场面，当时把他震撼的不得了。那么今天我把这故事给大家讲呢，你看看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它是多么有纪律性，多么的有韬略。这个战士呢说，他当年呢在这个内蒙那边，这个牧民呢每年这个放牧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在离自己相对远点的地方呢留上一片冬季牧场。这个冬季牧场呢，春夏的时候搁这个铁丝网拦上，防止牛羊进去吃草去。为什么呢？等到冬天别的地方这个草都没了，可以到这儿吃。咱们汉民族是什么呢？手里头有粮，心里边不慌。牧民呢有草他就不慌，所以这有一个天然草场给围上，等着冬天用。可是赶这年冬天呢出事了，从蒙古那边呢过来等有大概2-3千只黄羊。这个黄羊这个动物就是它吃草是吃，它还祸害，就吃的多，能够几天功夫把你这片冬季牧场都给祸害了。这黄羊对自己速度特别自信，就你一碰它，滋楞它跑了，你永远追不上它了。狼是追不上它，这牧民骑着马套那黄羊都套不住。而且黄羊呢在那放心的吃草喝水，你只有到身前赶它了它才跑。所以它一旦进入牧场，那就是牧场的灾难。咱们这农业民族说嘛，蝗灾是指蝗虫，牧民说的蝗灾是指黄羊。所以大片黄羊来了，蒙古人说你们这样，来，咱们都趴着，穿着白皮袄呢，这是下雪的天还有雪呢，趴在雪坑上，你看那边山头上有狼，一查呢也就10来只，你再看那边山头上又10来只，那边又10来只，三面山头上都有狼。他说这些狼是一伙的，要干嘛呢？他要把这2-3千只黄羊都拿下，就50头狼能把这么些羊都给拿下？他有办法。一看这些羊呢挺放心的在那儿吃草呢，这些狼在山顶不动，其中有一个头狼，那些狼都趴到那儿休息，只有这头狼立到那儿往下看，他怎么不攻击呢？人家明白人跟你讲了，你不了解狼的组织性纪律性。狼群里头呢领头这头狼，他必须为整个狼群过冬负责任，你不能光他这个能抓住羊的吃饱得了，还有老弱病残呢，狼里边也有老弱病残了，还有小狼呢，你得管一冬的伙食。头狼的想法是这一冬的粮食我都得预备出来，所以他其志不在小也，他最少这一下子得弄住几百只上千只。50头狼怎么弄几百只上千只？在这观察了有3个多小时没动静，羊在这吃草，狼在这看，一看这羊呢在这吃草了，他等着，因为他上去抓也抓不住，羊比他跑得快多了。吃完草再看他喝水也别弄，他就吃完草吃饱了你也逮不着他。然后这黄羊呢吃饱了喝得了，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草厚的地方躺那准备休息，说这时候你上去吗？这时候狼有清晰判断，那也不上。为什么呢？这个羊在睡觉的时候，你看身子睡了，眼睛和耳朵可灵着呢，随时有动静，他只要起来跑了，狼永远别想追。所以狼还能等什么呢？我能等你一宿，我就离你不远地方趴着就不动。因为这个黄羊呢，它不喝了水了吗？到将近天亮的时候，这个水就会转化成尿。这个时候他还没等撒尿呢，到天亮的时候狼上去抓他去。说为什么这时候就能跑了呢？能抓他呢？因为这个黄羊啊，他这尿这时候没撒出来，在他的尿泡里呢就越鼓越大，而带着这个尿泡跑啊，
这黄羊跑不多远，这尿泡一颠容易颠碎了，一颠碎了，黄羊后腿抽筋儿，跑不远就被狼抓住了。所以狼就能这么等你几天，到一看你草也吃了，水也喝了，要到天亮了，他赶这时候才抓你。万一等黄羊把这尿撒出去，轻装上阵，他又追不上了。就看山顶上这个头狼发出一声低叫，哦，3个山头狼唰，50来只往下冲。这时候这些羊呢，正处于天蒙蒙亮要起来要撒尿的时候，狼突然冲下来了，措手不及，有的羊吓得直叫唤，有的什么开始四散逃窜。这时候狼上来了，开始咬，这只直接给围到里头了。有一个奇怪现象发生了，咬死了不吃，就把它扔这，接着咬下一个，这就是狼的纪律性。虽然这些狼也饥肠辘辘了，可是他要用这个时间咬死一个搁那，再咬下一个。为啥？不光自个儿吃，还要给族里的其他老弱病残狼来吃的。你看这个多高的纪律性！当时这些战士还纳闷，怎么他为什么3面山头围着，放一面呢？所以这时候头羊领着剩下的羊呼啦啦都奔那个往开那一面跑。跑着跑着，那头羊在头了停下脚步了，怎么呢？下边是个坡，坡下是个大雪壳子，这雪深得有半米到1米。说白了，这是个活坟地，羊只要下去跑不动了，陷到雪里头了，然后就得冻死。这个地方是狼群有意为3面围你，让你羊往这里跳，跳在这里你不是冻死就搁里动不了了。所以头羊跑到这儿也意识到了这是狼群给设置陷阱，怎么办呢？这个头羊也很镇定，一掉头领着一群羊把这个羊角往前顶，往出冲，选狼群最薄弱的地方硬往出闯。这个时候你别羊多狼少，要真这么冲两败俱伤。这头狼呢也喊叫了一声，让这狼群撤了，把这个头羊领着这些精锐部队让开，这能有几百只羊跑了，唰再围过来，剩下这些羊被狼一追没办法，扑通扑通扑通都跳到雪河里，全军覆没。就剩下这1000多只羊掉里头都冻死了。这时候头狼再喊一声，表示战场打扫完了，前后大概有也就是20分钟的时间，干干净净的打了一场歼灭战。然后这些狼再回到前面咬死那些黄羊的尸体边上，大快朵颐，一通吃，然后把剩下的食物给这个旁边的小狼啊，还有后边那些老狼啊病的吃。所以你看这个狼等于在围猎技巧上和这个对于食物这种综合分配上，从长远角度考虑上，狼是非常有计划。所以这时候呢，有好多咱们说人类学习狼这种围猎作风。你看成吉思汗当年他的这个蒙古铁骑军团呢，在草原上经常和狼打交道，他们就学习了狼很多围猎的方式。就是成吉思汗的这得叫儿子托雷，托雷在跟金国的大兵对峙的时候，当时他就是3万人马，金国有20万，这个托雷就能等到大雪封山，他们都准备好防冻的一些东西了，金兵猝不及防，被冻伤了大半，然后一鼓全歼，一下子蒙古当时灭了金国。那么这段历史呢，其实也说明当时蒙古军队从狼的这种围猎的忍耐性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恶狼重现山村，警民全力搜捕。一匹狼挑动了多少人的神经？狼的猎食技巧为何如此高超？狼的纪律和耐心究竟如何形成？桀骜不驯的苍狼又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狼子野心、狼狈为奸的成语又因何而来？老梁观世界，狼来了。咱们都说狼子野心、狼心狗肺，没什么好词儿。你看三国里头，曹操看自个儿子曹丕跟司马懿、司马仲达走得挺近，他还跟自己儿子提出警告，说你可别接近司马懿这人。你要记住，永远要防着他。怎么呢？司马懿应是狼顾，久必成心腹之患。什么叫应是狼顾？说司马懿那眼睛看谁跟老鹰看特毒。狼顾是什么呢？顾就回头啊。这狼往前跑的时候，能把头转过来往后看，而奔速不减。说司马懿就能，你把司马懿下朝了，曹操在后边喊仲达、留步，司马懿还能往前走，脑袋往后看，前面走不停下来。所以这人都狠呐，狼鹰一般的。所以司马懿应是狼顾，久必成心腹之患。你看这个狼
有组织有纪律，也是有自己绝对的独立能力能生存。可是现在为止，这个人太厉害了，啥动物都怕人。有个动物学家跟我讲说，为什么东北虎你去你永远在山林里见不着？不是没有野生老虎，有，这老虎都有遗传基因。你甭说扛着猎枪进去，你扛个棒子进去，老虎多眼看你吓得都跑，它基因里有这个，这人咱斗不过，太厉害了。狼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咱们现在这么些家人养狗，狗从哪儿来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狗都是大概15000年前从东亚的狼群进化过来的。人类把狼抓住驯化，或者把小狼崽养大，一点点驯化，变成了现在的狗。其实你会发现，咱们人类很喜欢狗，并不怎么喜欢狼。狼有野性，在自然界有生存的能力，能耐大。狗就不一样了，狗即使不能像狼那么敏锐的捕食，没有那么大能耐，但人喂它呀，它有口饭吃。所以说狼是靠自个儿活命的，狗是靠什么活命呢？有一半是靠人。所以你看，这就是狼进化成狗之后最大的一个区分。当然了，我们可能会赞美自然界中的狼，赞美它了不起，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忍耐，它的剽悍。可是如果人说这个人身上有狼性，那一定是对这个环境产生一些威胁的。我们人里边要具备了那种狼性，往往极为不讨人喜欢。有些恶人呢，总有他生存下去的办法。有时候恶人还很嚣张，那么我们就说，破坏恶人的生态环境，或者灭绝恶人这种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不让恶人有他生存的生态，可能人当中的狼也就不复存在。